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了，我一直在尽我所能的对他好，可他却总是敏感不领情，总是纠结跟我不门当户对。他现在生活状态很差，花钱又大手大脚，一点也不考虑自己实际情况，还总想着结婚。我觉得我俩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对他的爱更深，但他总嫌我太粘人了。为什么我可以付出全部，他却不可以？他对我很不信任，总让我围着他转。他嫌我玻璃心，我觉得他才更敏感。我对我们的未来挺迷茫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钟先生29岁，来自广东，模特；女嘉宾陈女士29岁，来自广东，新媒体代运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是同学是吧？大学？对。对。那恋爱几年？从大学开始到现在吗？不是1年多。啊？为啥？因为我们之前大学就只是普通朋友吧，一直都有联系方式。但是呢，一直也没联系。然后在我前段时间就是结束了一段差不多7年的感情之后，我不是分手了嘛，然后心情不是很好，就去旅游了。啊。然后发了朋友圈之后，他看到了我的朋友圈，就过来评论了，一来二往的才聊起来。后面就觉得，哎，我点开他朋友圈看，哎，以前读书就感觉他平平无奇的，但是感觉后面越来越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我就觉得，哎，会不会是下一个男朋友呢？就稍微主动了一点点，然后2人才在一起。现在你们女生都那么好色的吗？啊，下一个男朋友，哗拿下是吧？对，那不然图啥呢？行，今儿为啥来？要结婚是吧？在一起1年多了，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我有跟他讲过结婚这种事情，但是感觉好像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加上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事情感觉他很敏感、小心眼的，就有点玻璃心吧。有时候跟他沟通，感觉咱俩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想说，要不咱们上节目让大家评评理去。哦，好，从哪儿开始？我想一下看，要不第一件事情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婚的念头吧？因为除了他好看这一点，让我有结婚的一个念头以外，然后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家里面出现了一些变故，就我爸妈离婚，然后当时呢，我爸身为过错方嘛，然后我想帮点我妈妈什么东西，我就帮他找了个律师去打这场官司。但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的话，我是有点不近人情、大义灭亲的这种举动，我当时有点众矢之的吧，然后就全世界感觉没有人理解我，特别的无助。但他当时知道这件事情，他毅然决然的站出来说：“哎，你按照你心里的想法，你要怎么做就去怎么做，我都全力的支持你。”就是当下那一个瞬间，我觉得他在我心里的形象一下子就高大起来了。当时就想，这辈子我一定得嫁给他，就那种感觉。然后因为他个人比较腼腆嘛，我就时不时的想敲打一下他，就我想结婚的这种念头嘛。但没想到我一跟他提结婚的事情，他立刻就给我拒绝了。你那是想跟我结婚吗？你不就是证明给你那个爹看吗？你跟我结婚目的就不纯。我怎么就不纯啦？我爸爸当时那件事情，我觉得是你误会了。啥事儿？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不是刚结束一场7年的恋爱吗？在我父亲的眼里就会觉得说，你跟一个男的都谈了这么多年了，你都没能嫁出去，那你这辈子肯定没有那么快嫁出去。然后我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了之后，他会觉得说，我是想证明给我父亲看，所以我才跟他提的结婚。但事实上不是的，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谈婚论嫁有什么不对的？除非你原本就不是抱着要结婚的目的跟我在一起的。我当然是抱着结婚的目的跟你在一起啊，但是后面之后我拒绝了他之后嘛，他就是说先不结婚的话，先见一见他的母亲。然后我见完他母亲之后，我更加坚定了就是我们先不要结婚的这个决定。为什么？去了他家之后，我发现他家条件挺好的，他家是从商的嘛，就是住洋楼、开豪车，条件挺好的。但是我原生家庭就是跟他们差了几个阶层，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点门不当户不对。
但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完全是你自己自尊心太强了吗？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啊，我并没有嫌弃你什么的。以后我们结婚了之后，压力也不会有那么大。再说了，以后我的就是你的呀，你顾虑什么？这我觉得不是我们结不成婚的理由啊。结婚又不是儿戏，结婚不是2个人的事情，是2家人的事情。我想奋斗几年，我在可以给你美好生活的前提下，我再结婚，不可以吗？你这不是过于敏感了吗？而且不说这些，有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我跟着他去朋友聚会，那我正常开车送他去嘛，而且他朋友也认识我，大家就只是开句玩笑话说啊，真羡慕你啊，女朋友天天开着豪车来回接送你，你这是傍上个小富婆呀。朋友开下玩笑不是很正常吗？他听在耳朵里面反应就特别大，他当下直接就讲说，哎呀，什么富婆呀，他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啊，一天天的还要靠刷信用卡过日子。我觉得有些东西咱们俩关上门怎么讲都没有关系，但问题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我不要面子的吗？所以我说结婚真的还不是时候。等，我没弄清楚，这姑娘到底是有钱还没钱呀？她是之前有过巅峰，但是她现在就是低谷期。我现在事业停摆了，然后我信用卡其实申请了5、6年下来，我一次都没用过，我就用那么几次给他看到了，他一直拿这件事情来说事。我很多甲方欠了我尾款呐，我要过日子，我没办法，我就只能刷信用卡先啊，人家还我钱，我立刻就能还上的呀。啊，所以这逻辑不就有问题了吗？也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了吗？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现在结了不就完了吗？你也没那压力了吗？什么富婆不富婆的？可是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还不是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还不是很成熟。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经济还是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是大手大脚的，我拉都拉不住。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开车，就是他油都快加不起了。我说有些时候我们坐下地铁不可以吗？然后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要去抢着买单，装大款，我真的。然后还有就是去汉堡店的时候吃个汉堡，他非要加他那个鹅肝，他说甚至没有，他说跟那个厨师说我可以加钱。然后去咖啡店的时候，他说哎，我一定要去那种有拉花的那种咖啡店。我觉得他就是假精致。什么假精致啊？假精致，我装大款，我至于跟你吃10块钱一碗的汤河粉吗？而且我一直以来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啊。理解。所以门当户对的核心恰恰就在这儿。小子，你说对了，对他来说，吃汉堡加鹅肝就是他过去的吃法，但是在你眼里就觉得装，对吧？但其实我觉得2个人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慢慢解决嘛，对不对？只要2个人能够在一起，我们的日子慢慢的才能越过越好啊。我也有想着说，那他现在他想努力，那我也可以帮到他。前段时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请了40多个朋友，我想说多介绍给他认识，因为他本身他是做模特拍摄工作的嘛，看咱有没有项目合作一下。但很搞笑哎，我给他一一介绍朋友的时候，他就一直全程摆着个黑脸，我觉得他完全都不知道我的付出。为啥？你要不听一下他那个时候他是怎么介绍我的？这是我的男朋友，他在当模特，然后好帅的，怎么样？我感觉就是我像是在旁边一个花瓶。你帅还不让人夸了吗？包括就是他在跟他朋友介绍的时候，他朋友也是这样跟我说，他说你要跟他好好在一起，然后我才会带你发财什么的，就是好像我要是吃软饭我才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在旁边真的就是有点不被尊重的感觉，你知道吗？不是那个意思。哎，那你是不是吃软饭的？肯定不是啊。不是不就完了？你管别人说什么呢？我后面朋友真的有介绍项目给他，结果他倒好，他很硬气，当时就给人拒绝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哎，这不对啊！他介绍那哪是什么业务啊？那就是给人家门口当礼仪。我是做模特的，那完全是2种性质。那可是礼仪不也是一样赚钱吗？礼仪模特，那也是模特啊。可是你要尊重我自己的模特的性质啊！我要是给同行知道，我给人家笑死了。那你可以跟我商量嘛，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呀，对不对？哎呀，大小姐开始任性了。主要是最让我受不了的一件事情是，他跟一个女网友的事情。哦。每天给我分享的就是一些搞笑视频，天天给那女的分享什么？一些身材性感火辣的美女视频，天天都发。那不是你喜欢看那些搞笑视频吗？再说了，我跟他是哥们，我按的是群发，我不是单独给他一个人发的。那你发视频就算了，那叫宝宝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是我给他作品底下
作为一个人气的冲场，他底下的人有很多人在那里喊，很多人在那里叫，不是你想象那样，我后面手机都可以给你看，你怎么那么多心思，那么多他小心眼呢？朋友这么多，缺你一个给他评论吗？啊！而且那女的更过分，天天还给他发视频、照片，在那里说啊，你觉得我穿这个好看吗？哎，你觉得我穿那个好看吗？试问哪一个正常的女生能够忍受得了啊？他就是发给我的时候，我也不敢说不好看，我只能说吹捧说好看。那是为啥不敢说不好看？那我不能得罪人家。为啥？女朋友能得罪，为啥不能得罪他？我就是敷衍一下说好看，就是我忙的时为啥要候，敷衍他？就是他问我好不好看，对啊，那为啥要敷衍啊？给自己惹麻烦。对呀、你们看他在他眼里，他觉得这个女生单纯，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这身穿搭咋样？见哥哥。就是他想见他的对象，他想要我给他一个穿搭建议。哎，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他们之间这关系啊。不仅仅只是这件事情，后面还有很多。就比如说有一次他不小心手滑，就是按错了，想分享视频，同一个视频给我们俩，按错了建群分享。他后面发现了之后，他很慌，立刻点了解散。但我也知道啊，那人嘛，谁不喜欢欣赏美好的事物嘛？我知道我现在胖，我现在不好看，但是我以前也是有好看过的呀。不是，你现在也挺好看的姑娘，没挺好看的。但我真的胖了很多，我自己知道。这只是因为我在跟前任分手了之后，然后心情不好，我甲状腺这里长了一个肿瘤嘛，然后就身体激素的变化，一下胖了几十斤，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自卑的。我也想变成更好的自己嘛，然后我想说，哎，我得减肥什么的。他倒好，我拉他说，哎，你陪我去撸撸铁啊，或者是吃减脂餐，他直接就拒绝我，就跟我说，哎，那减肥是你自己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情？我觉得你真的喜欢我的话，你会花时间花精力在我的身上。就像你工作的时候，不管前一天我多晚睡都好，我睡1-2个小时，我一样早起来车接车送，给他到现场去帮忙拿衣服，给他拍视频。我觉得我都可以这么奔赴式的付出了，为什么我看不到你身上在我做的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他减肥就是一个借口，他就是太黏人了。我觉得他是无时无刻都想黏在我的身边。我觉得就是说我可以给你空间，我也希望你能给回我空间，而不是2个人24小时黏在一起。你能明白我的感觉吗？明白，你说的很清楚了。看到了，我现在真的，我生活现在全部都是他。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我也很想我们能够有一个好一点的结果。所以你错就是你的生活全是他嘛？他的心里面好像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确实没那么重要，你的感受很对，是没那么重要，对不对？重要，但是我觉得就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是爱情是爱情，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我会把它分得很清。所以你看，至少我说没那么重要，就是至少爱情在你这儿只有1/3嘛，他在你的生活里是1/3，对不对？因为我首先不用说，因为咱坦诚嘛，这有啥？是不是？是，没有人说你错嘛，听见没有？他的生活你占1/3，其实比重很大了。你想，你淘汰了多少人呢？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啊！他现在给我的感受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他结婚。哦，你感受到他喜欢你了吗？嘴巴上感受到了，但是行动上我觉得真的还欠缺一点。哈哈，我就弱弱的问一句，你喜欢他吗？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我喜欢他。就他什么时候在你眼里是有光的？他社交的时候，跟旁边人谈生意的时候，我觉得他在闪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哦，你喜欢他在哪个瞬间？我觉得他有时候还是比较细节的吧，就是在我还没开口跟他说我要什么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我的需求，就有这一部分的默契在这里。行，我再问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娶她？我想就是在我收入能够达到他巅峰2-3倍的时候，我再去娶她。他巅峰收入是1个月多少钱？大概10万吧，2-3倍。那您哪年能做到呢？反正我有这个信心。不要找借口，没有做好娶她的准备，这姑娘还没有完全达到你要求，为什么不直说呢？干嘛要绕啊？我觉得就是想等她再成熟一点吧。对呀，那你直接说，你说现在我觉得我们结婚还不适合，她的哪些层面让你觉得还不够呢？不成熟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她在
生活的把控上吧，就是大手大脚。其实说白了，这个女生有些核心的东西你是看不上的。其实不涉及好坏，只是你认为不好。听明白了吗？所以冷静下来，听听老师们帮你们分析，为什么女生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有如此的焦虑。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莎娜，就是所谓过度付出换来的这个爱，你其实就是在牺牲你的边界和底线，来换得男人的更多的爱。当一个女人始终都处于这种缺爱的心态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失衡了。这个时候又因为上一段感情你受过伤，你就在这方面会变得特别的敏感。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你要让自己能够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当你自己爱自己的时候，有他我可以很开心，没有他我依然一个人精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黏着他才能获得安全感。所以问题在你自己，姑娘。对于这个男生来说，因为他知道了你的家境，所以他开始内心给自己加了一些戏份，变得过度的敏感。你在抗拒很多事情，极力证明你比他能力强，然后说出什么我的财富要达到你的2倍以上我才能娶你。那我说个打击你自信心的话，那得猴年马月去。所以小伙子，如果你现在心态失衡，让自己变得很敏感的话，你又在你内心深处深刻的觉得门不当户不对的这种的感情让你压力很大的话，那咱们就说清楚，趁早转身走，别耽误姑娘，也别让她抱满期待，抱着热火罐一样跟你这样相处下去，因为这样下去她会越来越累，你也会越来越累。姑娘，不管怎么样，自我成长很重要。当你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的时候，那就自己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你不要指望说让他陪你一起。所有的原动力来自于自己，明白了吗？加油，你是好看的。对，我这么正面一看，这个姑娘长得还真是皮相骨相都很好，美人坯子的样子，所以这没有什么好自卑的。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啊，你别听男生跟你说他觉得你们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现在不能娶你。我真的觉得这是借口。如果他真的是自尊心那么强，你有钱的时候他可能还真的说不行，我得努力赚钱。你没钱的时候他要真爱你，那不用你求婚让他娶你，他立刻说咱俩早点结了吧，我给你一个安稳的家，给你一份自信心，给你一个支撑。他没有啊。所以不是说你们家比他们家条件好的问题，是此刻的他没有那么爱你。你看他刚才其实说得很清楚啊，他觉得你最闪光的时候，也就是他最爱的时候，是你在跟别人谈生意，是你在跟别人交流做事情的时候，工作中的你是闪光的，他爱的是那个你。可是你现在呢，事业停滞，你并没有去努力的继续奋斗，我的事业工作让我闪光，让我男朋友继续看到我的那个闪光点，你把自己的光芒拱手相让，也不知道让给谁了，然后全身心围着他当保姆了，还什么只睡1-2个小时也要车接车送，干嘛？他自己没腿啊，他自己没手啊，不能打车啊，你睡1-2个小时还要送他接他吗？你把自己的光芒全部泯灭，成了一个围在他身边温温绕的小蜜蜂，那不是他喜欢的女性的样子，你明白吗？我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成为自己男朋友喜欢的那个样子，为了讨好他去改变，而是你忘了你自己的初衷，忘了你本来的样子。那不是你变胖了你就不美了，而是现在你生活重心和你前行的方向都出现了偏差，你要去调整自己。当然我觉得男孩你也要如实的告诉他你的想法，别拿那一套当借口，什么你家有钱没钱的。一个真正自尊心强，愿意给自己未来一半幸福生活的人，不问出身，你家穷也好我爱你，你家富也罢我还爱你，你拿这个当借口就没意思了。对他有没有爱，还愿不愿给彼此成长磨合的机会，你自己清清楚楚说好了啊，愿意咱就继续相爱继续相处，不愿意痛痛快快告诉姑娘咱们就此别过，好吧？女生，我问你一句话啊，你觉得自己值得被他所爱吗？
值得。那你就做出你的相应的表现就好了。你现在所有的表现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配不上你？我胖了，收入不行了，所以我要对你车接车送了，所以我的全部身心都要在你身上了，否则他就会跑了。是这种状态吗？不是，只要我有的，我都愿意给他付出，就不管是别的条件都满足。你有的都愿意给他付出。对。千万不要这样。有些东西是你的，永远是给不到别人的。你要强给的话，人家会不舒服的。你想把自己朋友介绍给他，帮他去找到更好的一个工作渠道，他不愿意的，他觉得你是在藐视的，他觉得不舒服。你有时可能不太懂，你就在被自己的那些付出所感动，对方想要什么你不管，我给你就好了，对方会有压迫感的。不要去讨好，你做好自己了，他就追你了，别着急追他。男生，你真的喜欢他吗？喜欢。爱他吗？爱他。那为什么他现在没钱了，他就不能是加鹅肝了呢？为什么不能呢？我是觉得他可以，在他现在经济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可以。人家愿意，你爱他，他没有这个能力，你就帮他呀，你给他买啊。为什么要说的是假精致呢？你看得惯他吗？你看得惯他的朋友吗？你看得惯他的父母吗？当他在帮你的时候，你却把他的用意做了过度的解读。啊，他夸我帅，那是不是说我是花瓶儿？他给我介绍朋友，是不是说我没有用？拜托，你真的懂他吗？不懂，又不愿意去了解，说明你不爱这个女人。他的喜好和你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他的表达方式也是你不喜欢的，他的朋友圈你也不喜欢，你们俩其实并不合适，至少现在看起来不合适。所以在了解一段之后再做定论，继续走下去，还是各自安好，就这样。说句实在话啊，首先第一个，我不觉得他是吃软饭的，但我认为他家庭条件和他个人的事业对于你来说是有致命吸引力的。这里面分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你对他的吸引力在于你原来身边所有拥有的那些光彩照人的东西，那些东西如果发生变化，你对别人的吸引力一定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是一定的，这就是审美嘛。姑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你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就你在站在这个男人的面前，就好像就是我也有很多粉丝这样，就我看到一个小哥哥，我完全激动的手都哆嗦了，我说不出话来了，我每天在那边翻他的聊天记录。你失智了，你知道吗？你一谈恋爱就把大脑摘除了，你一点不可爱。当一个人跟八爪鱼一样趴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另一个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肯定要把他推开嘛。他现在不就在推开你吗？这就是你们现在的问题。你认为我在付出，错了，姑娘。有一个词叫泛滥，你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付出，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他需不需要，我全给。这种别人会喜欢吗？他不会喜欢。你对于他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喜欢你，他对于你的关注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姑娘，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冷冷静静的、仔仔细细的去观察，这个人是不是又是一个有可能你在他身上耗费7年时间，到最后有一场空的人。在目前来看，确实是这样。至于小伙子，我觉得你啊，就告诉他几件事。第一个，你现在对我的这种步步紧逼，我很讨厌，所以我要远离你，我要抗拒你。第二个，现在是我的事业成长期，我不能结婚，也不可能结婚，对不对？第三个，所有的相爱和结婚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和尊重，而不是死缠烂打。就这3句话，你就告诉他，就结束了。我相信你不是个坏人，你也能看到别人对你所有的付出。既然如此，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最公平的结局？就告诉他这3点，好不好？哎，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喜欢睿智的陆琪老师，想找他求教1、2，大家只要关注陆琪老师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爱宝的老粉是有特惠的，对吧？啊，新来的都有一份新人的礼包啊。我也是特别同意陆琪老师的观点，咱把话都说清楚。
到了这个1年多的情感阶段了，有人对婚姻有要求了，觉得这个情感该开花结果了；有人经过1年多的了解，觉得就根本不是那样，还不够。咱们把话都说清楚，不要找理由去搪塞对方，那个对自己和对对方都不负责任。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好，对我的付出，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的误会没有解除。然后我在想说，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呢？我嘴笨，我不懂得怎么表达，但是我还是想对你好。我知道我们当中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也知道你心里所介意的东西，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可能是那种真的喜欢到丢掉了自己。像你说的一样，曾经我工作的时候，你觉得我闪闪发光，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前任觉得我过于强势了。那所以我觉得2个人只要在一起，都可以去解决。哎呀！谢谢2位，请回吧。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预测一下，这还挺难预测的。我觉得男不出女出吧。我觉得其实男生心里是想走的，但是可能在这个舞台上，他还会给这个女孩一点面子吧，所以双出吧。我觉得应该是双出，但生活当中他们需要磨合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女出男不出吧。在，女生应该走吧？来了吗？回来了吗？有话跟他说吗？我觉得各自安好吧。谢谢谢谢，请回请回。真没出来吧，还有点遗憾。这一段还没到那个非分不可，还可以磨合。但这姑娘性子真是刚烈呀。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结婚40年了，我一直当牛做马伺候他。现在我想为我自己活活，可他总想把我拴在家里。他现在花销特别大，一点都不为我们以后养老考虑，还说现在不花什么时候花。我想多攒点钱，这有错吗？他一直特别自私，自己潇洒性，就见不得我好。他退休这2年，我们总吵架，吵得我现在心脏都不好了。他现在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家里大事小事我都坐不了主。他现在变化挺大的，我也不想总吵架。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张先生62岁，来自天津退休；女嘉宾孟女士62岁，来自天津退休。有请2位，有请。结婚40年，闺女儿39，外孙女儿都上了高中了，初中了，今年中考。那你弄啥呢？来这儿，这不是这开开心心的回家过日子就得了？说说吧，说说吧。我们结婚40年了啊，就是他从来不知道心疼人。你说我想出去旅个游吧，他就各种的反对。前几年你说我一直当牛做马在家里头，胳膊有病，带着婆婆上医院透析，1周3次，推着轮椅，婆婆住院，做饭送到医院去，晚上陪床，都是您，都是我，不容易。去年3月份婆婆过世了，我都想出去旅个游，我觉着这个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哎，他就各种反对。并不是没问题，他出家要是1年出家1、2次也行，出的太频繁了。多频繁啊？1年呢5、6次，甚至6、7次。那没什么呀，咱们精力也达不到。那还背不上1个月1次那频繁吧？啊，不频繁，不频繁。你都是保姆呗，1年365天还有个节假日。对。先生不是说那个家里经济上面供应不上吗？啊，其实也没有多大问题，你月月都发工资啊，你这月花完下月又有了。你也为以后养老考虑呀，总想给孩子还搭点钱。
他就是不知道心疼你。人家要是要心疼的，对吧？你说我家也尽孝了，对吗？而且他姐姐有病的时候呢，做了手术了，我也是接到我们家，我伺候了1个月。你要是心疼我的，你应该主动给我抱个腿儿，对不对呀？让我出去旅游。哎，为啥不跟他一起去呢？他腰疼，走不了道。不行，身体不行，旅行不就行了吗？虽然说是开心了，可都你身体达不到啊。你出去旅游去了，你必然得拍照吧？拍照。你一拍照，你不都得想买2件漂亮的衣裳吗？那什么旗袍啊，长的短的喜欢就买呗。他并不是说喜欢买你穿也行啊。我们家啊，大衣柜3个，98%的衣裳啊都是他的，你买了也没事儿。有的买完衣裳啊，那衣裳好几天都没穿过，钱还得上面呢。那我当时买，必要的浪费嘛。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喜欢呐，那到家了我一看我都又不好看，我又不喜欢了。你喜欢的东西多了。再说了，我买的也都不是贵的衣裳。不是您不喜欢给他退了不就得了吗？那我挂时间长了退不了了。那您来了以后就赶紧试一下，不合适就退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试的时候我喜欢呐。行，您是讲不出力气。您是只求占有，不求喜欢啊，占有了就行。那我当时看着好看。行，就花钱花的比较猛是吧？那家里谁管钱？原来是他管，现在我想管也不让我管。花钱太大呀。那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40年了，我管了一辈子的钱了哦，这回凭啥你管钱呢？就是因为你花钱太大了。再说了，你说买菜做饭都是我，那你给钱扒过去了，家务事你还不干？我一辈子了，我手背烧菜找你要钱呢，那不可能的事儿。明白了，今天是想来造反，想夺财权，人家说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好，还有别的事儿吗？听懂了？还有闺女嘛，去年辞职了，这不都是白眼子，今年不要中考吗？他不都得报补习班吗？3000了，4000了，我都给他。现在油价不也是挺贵的吗？闺女都想换一辆电车。那我就跟他商量呗，我说的那你说闺女也辞职了，孩子还得补课，我说咱们就给填个6、7万、7、8万的，就跟他商量嘛，他不同意。并不是不同意，你填那行，那孩子本身没工作，我那次给2、3万呢，让他有点压力，得促进他找工作。你别是给那么多，他将来但是我不想让他有压力呀。那为以后打算吗？真要你上岁数有点啥病，你看啥都是以后打算，你眼前的日子你先过好了啊！不是这姑娘不也结婚了，自己都有孩子，不该自己给自己弄吗？但是她现在不是辞职了吗？我就这一个闺女，我不想让生活让她有压力。就这一个闺女，就是我们老两个将来买的不还是她的吗？但是呢，我就不听她这一套。我都偷着给了。行，您哪是偷着给啊？您就明着给啊！想旅行啊，想买衣服买衣服，买回来的时候喜欢，一买回家了，我不喜欢了，我就不喜欢了，往那儿一扔，对吧？对，还有孙女儿说补课要钱，姥姥给；闺女儿说辞职了要换电车，妈妈给。您这在家里面就算横行霸道啊！还有什么问题？啥横行霸道？家务事儿都是我做，他啥都不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您要去旅行，人家到哪儿伸手去啊？我走之前呢，我也给他包点饺子，放到冰箱里头，烙点饼。有的时候他不血糖高吗？我就给他那个整点玉米面的那个发糕。就是出门之前，我也给他做准备了，还得把这个老头的这个吃食给准备好。对呀，行，不容易。接着说，还有什么矛盾？还有就是早晨起来，早点给他弄好了，吃完了走了，钓鱼去了。不管这个也是一种那个过老年人生活，也是一种享受嘛，锻炼身体。对呀，不也是过老年人的一种享受嘛，锻炼身体嘛。说他钓鱼。他钓鱼去了吧？一出去就是半天儿。肯定是中午饭收了才回来，到家就吃，吃完了进屋就是一觉。睡醒了。围在沙发上头就是玩手机，斗地主啊，下象棋啊，电视看着。你说你一早晨我给你饭给你做咸车的，听懂了？下午你应该做了吧？是，对不对呀？就是回家做甩手掌柜。对，完了呢，还小酒喝着。哪个男人不喝酒啊？这句话你可说绝对了，肯定有不喝酒的男人。你要都不喝酒，那国家那酒卖给谁去？
您是开酒厂的？并不是开酒厂的，我也为了国家做贡献。少喝点养也。我也没喝多，在家都是一口肥。不是老师啊，他那手掌心呐，全整个都是红的。哦，心脏、肝脏啊。对，肯定有问题，我都不让他喝，他不听，他那镇上酒我都给他倒了，我们俩都吵架。哦。你是在家喝酒，你不给我倒了吗？哎，我约着同学出去喝去。哟。你在家不让喝酒，我为啥不约同学外边喝点酒去呢？而且嘛，他最近嘛，他喝完酒吧，他回家都吐。哎呦，那儿喝大了。他不是，也并不是让喝大了，他就是喝完酒吧，回来都吐好几次了。那到医院检查检查呀。对呀，这就我。他说跟我生气生的，你根本都不是那个我。不是，得去医院检查检查。哎呀，我自己有病没病我还知不道。我要是不能喝酒了，那肯定是有病了。只要是想酒喝都没事儿。你看说话就是这么犟，你要不说还好点，你越说他越不去。没病看啥去呢？你没病，你为啥喝酒要吐呢？过去只喝3、4杯都不吐，现在喝1杯酒都吐。你不还是你？你看他，我喝的。他光强调是跟我生气，你说我还跟谁生气？一天到晚的得你去干嘛？跟女人要去结婚的女人讲不出理去。有理也讲不起，家不是讲理的地儿，是讲情的地儿。对，听明白了，老头太倔了，不注意身体。您身体怎么样？我这天天跟他生气能好得了吗？哎呦我的妈呀，这话都横着出来。您说我身体不好不就得了吗？怎么不好啊？我那个天天都是现在吧，干点啥不干点啥，这后背疼得要命，喘气也费劲，都是憋气。去医院看了吗？看了。大夫说的心肌缺血，2减半、3减半有反流，所以说呀，你才憋气，喘不上来气。他这个是遗传的，本身呢，他们家有遗传史这心脏病。对，我们家是有家族遗传史，我爸都心肌梗。是我气的，我要能给人气出病来，那我跟谁有矛盾，我气他，给他气出心脏病来。那你既然知道我们家有家族史，那你少让我生气，你分担点家务呗。我干那家务啊，干了也说不好，不干那也说不好，所以我干不干吃啥劲呢？所以今天2位来我们这儿是要干嘛？我就听得云山雾绕的。我倒是你说过了40年，我也忍了40年了。那你说要是离婚吧，有点不值当的，对吧？不是，那您来干嘛？你要是不离婚呢？你说我这过着有赌心，天天来回来去吵。懂了。我都是想让老师们开导他，让他关心关心我，从那个家务事上头呢，替我承担一点啊。在家别做甩手掌柜，对，是吧？对。说话好听一点儿，对呀。钱还得我管，对呀。我去旅行，你还得给我报名，对呀。我花完钱，你还得鼓掌，是吧？也不完全都是那个意思啊，就这意思，这就不能接受吗？这40多年不都这样了吗？你退休你造什么反呀？他有个啥毛病，成天没事得，我也不乐意在家待着。对，为啥钓鱼去？钓鱼也是一种健身，也是开心。事儿都了解了，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沙大老师，哎，这你擅长啊？我为啥擅长呢？你爸也爱喝酒啊，哎，你也是闺女啊，哎呀，你妈在家里也是被压迫的很深重的女性啊。哎呀，这说到点上了。我发现啊，就是这个男人一过了60岁之后，管的太多，嘴太碎，就会变得非常的事儿。对，说的太对了，对吧？对，太对了，那是女人烦，没有你们烦。你们如果管得多了，我跟您说，还是男人更胜一筹。我的天哪，这个开始算计钱，又开始管女人穿衣服，又开始管女人出去旅游，又开始管女人开始出去跳广场舞，那个烦呐！我爸现在就这样，简直就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以前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我后来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以前在职场的时候啊，能够让他有找到平衡的地方，可是现在回到了家里面这个1亩3分地之后啊，他的那个失衡感就会出现。可不是嘛。所以呢，他就觉得，哎，我现在回到家里，我得做主了。以前为什么家里你做主，你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他没精力管家里，他现在除了家里这点精力，没别的事儿干，就是个钓鱼、喝酒。你说，那他不管家里，不管你管谁呢？对不对？
你把婆婆伺候的好，你跟婆家关系处理的好，现在婆婆送走了，你好不容易有点自由的时间了，你需要出去旅游，需要放轻松了，她反倒开始拦着您了，为什么？她需要您陪伴了。对对对，就是那个。她现在开始闹关怀了，开始闹找人爱了，你知道吧？他就是想让我呀。他现在就是闲得发慌了，围着锅台转。没错，他就是闲得发慌了。说白了，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就是退了休之后回归家庭，没有很好的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这是根儿。后来我就给我爸我妈出了一招，我说你俩呀，实在每天吵得厉害，各过各的。你们一个内蒙古，一个海南，你们俩离得10万8千里，谁也看不着谁，分开。你让他俩分开，他俩还分不开，就开始担心。哎呀，不行，你爸这身体不行。然后呢，哎呀，你妈自己一个人不行。我说，你看，在一起还吵，分开还不行，说明什么呀？这就是伴儿啊。你离了这个，你不习惯，你受不了啊。你试试让你们俩分开。你出去旅游几天，刚开始那几天可开心了，后面几天你就得开始惦记了，吃没吃上啊，穿没穿上啊，一个人行不行啊，是不是又喝多了找不回家了？对，没错。所以40年都这么过来了，就没有必要纠结让对方改变这事儿。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对方怎么办？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对，您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完了。等到您出去玩1、2次之后，您就知道哦，离开了之后还是想，还是得回来。您也是让他出去玩，玩够了，玩开心了，自然回来，笑脸相迎的伺候您，多好呀！还有最后一点，您不是医生，医生最有权利说您的身体状况现在是什么样的，机器最有权利说您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您自己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您自己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您现在下面有女儿，还有外孙女，这面还有老伴儿。您要是倒下了的话，是给全家人带来麻烦，所以该去体检就体检，这事儿不能拖。我心里有根，我心里。我跟您讲，就这句话我最讨厌，因为当年我爸就是一直这么说，最后拖成了大病。别吓唬他，不拿这个吓唬您那个什么不害怕呀？一直说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吗？你们不用管，不用管，最后谁管呢？全都是我们担底。你要是真的心疼自己的女儿，心疼自己的老婆，赶紧去医院，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全家人负责，听见了吗？听见了，我们下了节目就去，是吧？行啊，来，严老师。我觉得这个先生在退休之后，尤其是母亲就送走老母亲之后，您这角色转化的特别不好。我特别支持女士，人家这大姐特别会过。是，人家退休比你早，对吧？人家退完休，虽然工作退了，但人家角色没退，还伺候老公，因为老公上班，对吧？还伺候婆婆，因为婆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人家该做的都做完了，现在没什么负担了。哎，买点漂亮衣服，我摆在那儿看，不行啊？行。碍着您啥事儿了？穿行啊！你买完了你穿行啊！那你叨叨什么呀？他有的那个钱儿都没弄下来。我就不穿，我放那儿看，我开心，行不行？对，我都是这个观点。所以结了婚的女人不讲理。我听起来你这个结了婚的男人才是不讲理呢。你说你们挣钱也好，或者到了这个年龄也好，咱为了啥？不就为了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吗？如果我花100块钱买了一件裙子，我特别喜欢，我放在那儿看，后来我不能穿了，我还愿意摆在那儿，我开心。100块钱买个开心不行吗？不能穿，你穿了也行。不穿，买完不穿，不穿的钱还行。我就看着开心。是看着开心，开心。等一下，我问您一件事，就摆着看。您买酒吗？酒我喝了。有家里有摆着的吗？有。您别摆着呀，您摆那儿干嘛呢？那盒还都不打开呢。你喝了还吐呢，你不浪费了？对呀，你喝酒，你不也得花钱买去吗？谁家买几瓶酒摆着？哎，你是要喝一点小酒，一点点啊，不要伤身的酒，还说人家买衣服没穿。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为了一个目标，我自己开心嘛。你能喝酒开心，他就不能买件衣服摆在那儿开心吗？你家里买不买装饰品啊？你买不买这个喜欢的物件啊？严老师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到了咱们这个年龄，退休以后，我们就是要开心和健康，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对吧？女士说了，我也没有买特别贵的，我没有一下把这个月咱俩退休金都买了一个没用的东西，量力而为，换来的是开心健康。对呀，得有个度啊。
我咋没有度啊？我也没买大几千的衣服啊。那行，咱今天这样吧啊，我来支一个招。你不是不喜欢他买那些不穿的衣服吗？他不是不喜欢你喝酒伤身体吗？咱今天都戒了，你先戒酒，他就戒衣服，行不行？行，那是不可能。行。那是不可能。那你们自己做不到，你让人家做啊？你喝酒为了开心，人家买衣服为了开心，怎么你就不能戒，人家就不能买呢？能买，咱得讲理，你不讲理啊？哎，你不讲理。有个招，阿姨，您回去把那个吊牌全剪了。对对对、啊、对，好，咱穿了啊，对对对，剪完吊牌就完了。天天钓鱼，你陪他捋个行不行吗？女士也一样，他喜欢干的什么事儿，咱也陪他。你们要融入你们俩的退休生活，不光是说各过各的生活，你们真的是都各退一步。我支持这个先生有自己的小爱好，我更支持这个女士在伺候完公婆之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花了点钱。这个时候男人不能太小心眼儿，说你花那么多钱浪费，咱都辛苦一辈子，浪费一点儿又怎么了？他心疼女儿，是女儿不应该拿父母这么多的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个妈妈觉得我现在养老的钱留好了，看病的钱我也有，我愿意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现在这么不容易的年轻人生活得更舒适一点，你咋就不能支持他一下呢？这个我支持，没说不支持，就这一个孩子我不支持我。那你上来叨叨啥呢？他呀，就是啥，别一气儿给他那么多钱，你要给3、4万、4、5万，我都无所谓。让孩子也有个压力，你有压力才有动力。他现在啥活也不干，如果你少给他点，让他思想上，我得想法事儿，挣钱去干活去。这些都没问题，老两口到老了商量着过日子，珍惜彼此的身体，珍惜彼此的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去努力的。你戒不戒酒？不戒不戒。那你能不能让他买衣服？卖去。好，达成这个协议，我觉得减少一个矛盾，就这样。哎呀，这3个女人呐，哎呀，曲总啊，跳脱一点啊！必须的，我非常同意大哥说的话。结了婚的女人就不讲理，讲理的女人能把一个老公惯成这样吗？40年，甩手掌柜的，天理何在呀？这40年哦，要有个度啊，对不对？老公说的对呀，怎么惯了他40年，不能继续再惯了呢？买菜、做饭、家务、伺候婆婆、伺候她的妈妈呀，全都是你。对，你太不讲理了啊！所以说要评这个理的话，大哥，怎么评？得从40年前开始评。过去的40年，人家婚姻是过日子，您是过来享福来了，什么事儿都不管，自己有很多的爱好。这个理他跟你讲了吗？您不也过来40年了吗？哦。现在人家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人家想享福，旅个游，买个衣服，照个相，不行了，你要跟他讲理了，怎么什么都是您说了算呢？实际上来说，在过去40年，大姐过的就是丧偶式的婚姻。没错。她老公在哪儿呢？给婆婆尽孝，那时候的儿子在哪儿呢？哦，现在是说，哎，我们不能惯女儿这个毛病。怎么全都是您说的对呢？啊，你要负责任，而最应该负的责任从哪步开始？照顾自己的身体。你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吗？我就喝，吐了没毛病，我的身体我知道。你对自己身体都不负责任，你怎么能对你的家人负责任呢？你倒下了，哦，还要累你老婆，还连累自己女儿。责任心在哪里啊？所以说，大哥，好好想想小弟的话啊。过去40年，我们欠人家的，往后还有40年，您都补回来，行不行？行不行？就这，我没觉得有问题。对呀，挺好的。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老两口的生活吗？他絮叨2句啊，然后你关心他身体，然后你要出去旅游，他再絮叨2句，不就这点事儿吗？不是我絮叨2句，是他絮叨。不是，我知道，他也絮叨，你也絮叨。这不就正常老两口吗？那怎么就闹到离婚了？不至于。没也姐姐，我这人呢都是啊，不至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你现在有一点矫枉过正，什么意思？就是我终于要爆发了，就是我要冲出去啊！我冲出去的时候，你千万别拦着我。你要拦着我，那就是你对我以前所有付出你看不见，是你辜负我了啊！是你不懂感恩。对呀，我能理解，我只是告诉你。退休了，
他就是回家絮叨，因为他没别的事儿了，连絮叨都不絮叨，他憋屈，万一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其实你们两个人在这样聊，我心里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62岁才过上2人世界，大哥终于好不容易退休了，到这个时候你们才真正过上了所谓的2人世界，真正过上了你们2个人应该在家里面拌嘴的这个日子。我觉得这个日子你反而要珍惜一点。这个日子其实在过去40年你们就应该过上，但过不上。为什么过不上？忙于赚钱，你要照顾婆婆，要照顾女儿，要照顾一家子的人，每天回到家累得要命，话都说不上几句。你也没有时间买衣服，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去生活，那是你过去的40年。那大哥过去40年，你有时间为自己生活吗？你也没有时间啊。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你们俩现在拌嘴是个很温暖的事儿，终于可以关注到对方了。大姐，我说这么一句话，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就是过去40年他根本看不到你买什么衣服，你买了衣服标签剪没剪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他就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了，对还是不对？有点对。大姐，他现在注意力终于回到了这个家里面，这本身是个进步，只是他这个进步进错了方向，他不应该把关注回到家里面之后演变成来说你，对，他应该变成别的方向，比如什么？比如干点活嘛。他在干活的时候你也帮个搭把手，这种关注度回来他就喜欢了。他在选衣服的时候，或者这一件衣服买回来之后他试穿的时候，你提个意见吧，这个好看。对，我们应该给对方正能量。你希望改变大姐絮叨的毛病，你以身作则啊，你就告诉她呀，你看我给你正能量，所以慢慢的你也给我正能量，这不就完了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只不过你们要重新开始一种磨合的生活。谢谢老师，谢谢陆琪老师。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想请陆琪老师指点一二的话，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找到他。咱们爱情保卫战的老粉还会享受到新人礼，赶紧体检，其他的没什么。我觉得这个才真是爱情原本的样子。什么是爱情的样子？在一起的时候好烦呐，2天不在，你是觉得他惦记你买菜，对吧？做饭，那你在外面想他是为什么呀？你仔细一想，其实这才是爱情原本该有的模样。唯一给您一个建议，我倒觉得大哥说的对啊，不能那么给闺女儿钱啊，疼也得有方法呀。惯坏了，还是攒点钱。行，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论。老师们呢也都说了，反正以后呢我也就是少唠叨。但是你呢，这家务活还是得分担，你不能靠我一个人。我这也是60多岁的人了，对吗？老伴嘛，越老越需要伴。你说结婚了40年了，离婚也是不可能的了，还是凑合着过吧。反正你都改改你的毛病吧，多帮我分担点家务吧。我尽可能。问题本身打那天也没干过家务，我干完了你也哎呀，那个不是理儿，尽可能学着。你不是学着，你是有手有脚，必须得做到。行。你不是说学，你也不3岁2岁孩子。行。这大哥还不如3岁2岁的孩子呢，3岁2岁的孩子学习能力还强呢，60多岁没什么学习能力了。40年您都干完，您指望他现在会啊？真的会不了。但是在这儿我提醒您一句啊，70岁以后，活得长的、健康的，都是在家里做家务的。这不是吓唬您，这是真的。他机能退化了，您琢磨琢磨，说这有没有道理？我这买菜钓鱼去也相当于锻炼了。嗨，随您便吧。谢谢2位，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莎娜老师，哎，你爸和你妈现在关系到底怎么样？
就是天天吵，天天就小吵小闹，每天我就是接投诉电话，做调解工作。多好，他们的吵架锻炼了你的业务。来看看他们。来吧，一起见证这对风雨40年夫妻的浪漫时刻。祝你们健康。谢谢老师。谢谢，请回，请回。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一次的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